大家好，今天一大早出门啊，天才刚亮不久。我们今天要去一趟香港，已经有好多个月没有去过香港了吧？现在呢，我就走在九兴村出村的路上啊。我的右侧呢就是会所，以前号称不夜城，但这个名字早就不用了。今天天气很不错，晴朗的天，26、7度啊。我觉得今天可能会走路，所以我还是穿着短的打扮啊。正好我们也来看看我们祈福新村早上啊，今天是上班日，应该是礼拜1吧。看看这个早上的情形如何啊？应该时间尚早，出门上班的大军呢还没有出门，所以路上的车并不很多啊。前方呢就是祈福交通中心了啊。原本呢去香港的直通巴士啊是在交通中心的2楼，但是我昨天去买票的时候呢，就发现他改了地方啊，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改的。现在呢，他搬到了祈福酒店，售票点在酒店的前台，然后呢，上车点也在酒店的边上了啊。所以如果好久没有搭巴士去香港的朋友呢，不要走错了。祈福中心2楼呢在装修，以后会变成一些营业地方吧，还是说装修完以后再搬回去，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。但是我问了一下中旅巴士的职员呢，说以后就在这边了。好，现在我们横过马路。左侧大厦呢是祈福集团中心办公楼，右侧呢就是祈福酒店啊，也好久没来了。疫情期间呢，还作为一个防疫的酒店使用了一段时间啊。这就是祈福酒店呢，一个算是经济型的酒店吧。就现在中旅的巴士呢是在这边售票，然后呢从这边走出去，在酒店边上呢上车。这里呢就是上车的候车点。这边呢就是已经到了马路上了啊，在酒店边上呢就是中旅巴士候车处，很多人已经在这边候车了。今天我们没有买最早的一班，我们买的是7点多的，这样的话呢就比较从容一点啊，也不用起太早。我们对面的就是广路的地铁站，对面那栋楼呢就是祈福交通中心啊，可以看到这边有很多的巴士。那这边呢就是有村外的巴士，也有村内的巴士啊，非常的繁忙的地方。
这里就是祈福最新一期的这些楼了。好了，我们在这边等车，等一会儿就在这边搭车去香港。那我们到了香港以后再跟大家闲聊，一会儿见。刚刚呢，就是从我身后的这个通道出来啊。现在我们要搭乘香港这一段的巴士前往香港城区。看看啊，这里有好多的巴士，有的排着长队。好，现在已经坐上了香港这段的巴士。我们来看看，这就是出了关以后的一个停车场。对面呢就是深圳湾的一些高楼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搭乘巴士前往香港市区，一会儿见。现在行驶在深圳湾大桥上。嗨，大家好！现在呢，我在香港的弥敦道上呢，这条就是弥敦道，一直呢可以去到维多利亚湾。前面呢就有个太古站。现在我准备走到马路对面去搭一站香港的地铁。看到香港的这些马路上虽然街道并不宽，但是可以看到车速都非常的快，所以这边的老百姓呢还是比较遵守交通的规矩。香港的马路呢，不管怎么说，还保留着以前殖民地的一些痕迹所以很多马路呢都是上面是英文，下面呢就是有中文的标志。地铁车站呢也是非常的窄小的道路，一到香港就可以感受到香港人气冲冲的步伐。准备进站去了。太子这边呢有4个方向。有调景岭方向，有荃湾，也有中环，还有一个忘记了叫什么方向。现在呢，我们就来到了去往中环的站台。我们等一会儿呢，就打算去一下尖沙咀。现在呢，我站在尖沙咀的站台上，还是以前的感觉。看现在的香港地铁线好像比以前多了一些。现在也有10几条线了。好，现在准备出站。請問靠近樂門橋呢個靠近門之相反。5塊9毛錢，坐了4個站。在这边已经充值了。尖沙咀的出口还是很多的但是标示的其实非常的清楚。从地铁出来呢，
这里应该就是弥敦道了。我们在这个以前经常来的这条道上随意的再来走走，应该有好多年没有走这条道，看看这里跟以前还差不多。金山水呢，作为九龙半岛靠近维多利亚湾，应该是以前最旺的一个地方。这条弥敦道呢，就是从这边开始，一直去到三五七旺角去。这个地铁呢，应该已经很久了。我们记得最早的话，应该是20年以前，这边就有这条地铁线。从这边呢，一直可以过海，去到港岛，去到中环。其实这边的标识还是比较清楚的，每个路口呢都有地图。这边呢就是有一些老的饭店，这里就是半岛酒店了。好久没来了，半岛酒店。好，终于轮到我们可以过街了。对面呢是香港太空馆啊，看到老师们领了很多的小朋友，应该都是小学生吧，到这边来参观学习。看到一个很长的信号灯，现在呢走过马路，前面呢就是海边了。有段时间没来了，就感觉这边又多了很多的建筑物，使得以前这条相对比较单纯的海边的散步道呢，有了更加丰富的，像现在眼前看到的香港艺术馆，还有刚刚看到的培十一商业中心等等啊，使得这边多了一些科技的元素和休闲的场所。香港艺术馆，这边呢，太空馆，还有一些科技中心等等，就使得大家到这边来呢，就不仅仅是散步，还可以多很多的活动。我记得疫情之后就再也没有来过这里了，这一晃又是几年过去了啊。现在我面对的呢就是星光大道啊，这个地上呢应该可以找到很多演艺界人士的手印，就跟好莱坞那个星光大道呢是相类似，或者就是借鉴过来的。在维多利亚港湾啊，我的右侧海的那头呢就是港岛。港岛的大楼是越来越多了，还是那样的五彩缤纷。
很多人都在这边留念。我们来看看啊，这是包启静女士的手印，以前有名的演员。这一路过去呢，就是港岛的摩天大楼，对着后面的太平山。再一路过去了 IFC， 再往这边去呢，就有天星码头，就那种绿色的船身啊，白色的船顶，正好有一艘天星小轮准备出航。等一会儿，说不定我们也打算去坐坐。我记得以前啊，这些手印都在地下的，现在呢，全部都放到的这些扶手上，可能放在地下确实也不是很方便。现在呢是11月份，相对而言啊，这香港、广东都是天气相对比较凉爽的时候。就这边呢，你可以穿着短袖啊，当然也可以穿一件长袖衣服。要爬了我们的脚也爬到危险，这个船就这个海底隧道，有一个海底隧道。就随意的在这条小道上吹吹海风，看看风景，休闲一下，觉得感觉也不错。这边也有一个指示牌，向左去呢就是维港文化会，再往前去就是尖沙咀东，往红磡方向去。我们来看看这个新建的 K11，上面呢应该还有一些高档的住宅。绝对是香港占地最好的位置。这个海里居然有一艘小艇啊！我不知道这个船是大家用来观光的，还是干什么用的？在海上随波逐流。香港的很多品牌呢，现在已经传入内地都很久了。像这个 K11，在上海、广州很多地方都有。广州呢还准备开第2家的 K11了。
所以两地本身文化就相近，所以自然呢，内地经济成长以后，这里就慢慢的融会贯通，成了大湾区大家的这些无论是生活水平，还有生活方面的理念呢，就慢慢看齐吧，慢慢趋于一同了。听到很多都是亚洲各个国家来的人，有讲韩语、讲日语，当然更多的还是内地的同胞。对，就是香港的回南。还有组团来的，在导游的带领底下。你的手艺是在地下，你等一下再来拍。对，吃完饭。海边呢，肯定都是一些高档的地标性的建筑物占据着好的位置。你看前面呢，就看到了香格里拉酒店。就这边呢，是寸土寸金的香港最为昂贵的地段。然后再站过来一点。这边也有一个香港水上的士，应该是可以过海去的吧。再来环顾一下港岛的那些大楼，从这边一路过去湾仔的展会中心，就是当年香港回归的时候特地建的一个大的会场，当年就是回归的仪式聚会都在这边举办。好了，我们就是随意的在这边走一圈就好，感受一下久违了的香港的维多利亚港湾的风情。
这里呢有一个观景台啊，我们登上观景台去看看风景。香港的外在形象呢，应该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。如果你说有变化呢，可能就是比以前更多了一些高楼，但整体来讲呢，还是以前的风光。但是这些年的香港的内在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右前方这个钟楼呢，以前就有，底下的一些喷泉池啊，这个大家以前应该是一个打卡的地标的地方啊，就喜欢在这个喷水池前，以后面这个钟楼为背景呢，进行拍照留念啊。海湾呢也有很多这样的游艇，应该也是供大家游客在上面啊，可以环着海湾游览。对面就是这个钟楼，看上去还是维护的不错啊。这边呢站得高啊，所以景色呢看上去更为开阔。就是天星码头啊，可以看到一些绿色的天星的小轮出出进进啊。刚到了一艘船，现在又离开港口的另外一艘船。现在呢，已经在天星码头里面了。从这边呢前往是搭乘小轮到中环的地方，这里分为上层还是下层？八达通呢，这个卡是可以直接来使用的。谢谢啊。
啊，多謝你。係，多謝你。抬高少少5先啊。塊錢。从这边呢就可以直接去到看对面的中环。这边已经有不少人在那里候团了。这个感觉呢，就像在温哥华渡海到北温去差不多。这个天星小轮的码头啊，还是保留着以前的原样啊，就跟它的一些指示牌都还差不多。你看啊，完全是涂成绿色的油漆，这个圆弧形的这种窗啊，看出去对面就是中环，就是港岛最美的这些风景。开闸了，我们去登船吧。我相信这个小轮应该有100年的历史了吧。看这摇摇晃晃的甲板。开船了，我们来看看维港的风景。正对着呢有中国银行大楼，还有前面解放军的驻港部队的那个是总部。对面也有一艘天星小轮开着过来。这个码头呢，紧靠着就是IFC的大楼了。应该没有10分钟吧，就已经来到了港岛这边的中环码头。现在呢，正准备靠港。对面呢就是香港海事博物馆，这边有很多连廊啊，一直可以走到上面，应该可以连到IFC里面。这边正在靠港了，有个大拖缆船。好了，下船了。你看这个小人还是很有意思的，它是一个双向的，不管是哪里坐都是可以的。
还摇晃的挺厉害的。现在呢，已经来到了港岛，从这边出去呢，就是东华码头，就可以去到我们的目的地了 ，RFC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呢就走过去，相信可以走到 RFC 去。香港这边的交通啊，我觉得还是比较合理，无论是车走的道路啊，还是人走的道路，都是尽可能合理安排。你比方说，你的人呢都可以在上面这些便桥上面通过啊，那基本上来讲，你就没有必要再去跟地上走车的人去抢道了。有医生准备来了，这个中环码头边上也在进行施工，这个摩天轮还在啊，但好像没什么人坐。香港最大的苹果商店呢，就在前面了啊。从中环码头过来走了很长的一段这个天桥，现在呢，我们准备前往香港站，也是国际金融中心。这边呢，简称 RFC。现在呢是来到了 RFC 里面了。就在这个右手的转角，就是香港最大的苹果商店，我们也在里面去听听行情吧。刚刚我从前面的 FC 顺着这边的连廊走过来，天气已经下雨，但是呢，因为都有连廊，所以大家都不会淋雨。我们来看看中环繁忙的人群，大家可以看看啊，这边就是香港的黄金地段，也是那些年轻人啊，白领们的天下。嗨，大家好！黄昏时分啊，已经回到了祈福新村。现在下了中旅的 bus。今天一天啊，就零零散散随意的拍了一点香港的见闻，分享给大家。希望大家呢会喜欢，也希望大家呢有机会有机会到香港或者自己喜欢的地方去走走。很多事情，很多东西啊，只有眼见为实，看了以后才会有自己真切的感受。那好了，
谢大家的跟随和关注，我们下次再见。